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什么东西，就勉强陪本王吃一点吧。等明日进城之后，本王再给你接风洗尘。来，坐。好看。中原有一个美人啊，爱听猎伯之声。于是他的君王为了博他一笑啊，就收集天下的锦缎，让他撕着玩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如胶似漆了。你身上这件衣服，本王准备了3套，若你真是喜欢用它来擦手，本王倒是可以命人再多准备几套。就算你有篡位的心，我也没有做美人的志向。还有，这个故事你听得不全。那个君王后来亡国了。吃饱了，告辞。你在菜里放了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本王是希望你能睡得更舒服一些。怕什么？本王若是想要一个人，定是明明白白的要。看看，这些花草都是本王特意从益州给你带过来的。看着这些花花草草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更加亲切了？花草有灵，离开故土太久，会枯萎的。本王倒是觉得，只要本王精心照料，就会入乡随俗，落地生根。你说呢？我告诉你，若你想咬舌自尽，那等你死后，本王会让那些工匠替你陪葬。记住了吗？你不会，那些匠人是你耗尽心血抢回来的。你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他们。我也不是要自尽，我只是想告诉白王，
如今我在乎的人是在你的手上，我可以退让，可以妥协，但我有我的底线。还请白王不要再试探我，不要再靠近我。锦娘子如此聪慧，应该很清楚本王对你的情谊吧？白王喜欢我，就像喜欢一件精美的瓷器，想要得到，想要把玩，但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想，不在乎他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去哪里。这不是真意，也不是喜欢，这是自私，是占有，是掠夺。掠夺。蜀锦有白种，喜欢有钱养。锦娘子，你会慢慢习惯。姬英英见过南诏王。你行的是什么礼？是我大唐的礼。在我南诏为何要行大唐的礼？只有2种人在见外邦王上的时候行外邦之礼，那就是叛徒和俘虏。我想，便是为了南诏的名声，也不会有人会如此称呼我们益州工匠吧。林英，在王上面前，不得无礼。皇帝说要纳你为妃，但又有人说你是德配帝王的神女。那你自己说说看，想要做什么人？现如今整个南诏都在传言，本王带回来的是德配帝王的神女，殊不知王宫才是折翅断臂的地方。若你不想去，你应该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。回南诏王，我都不愿意。我想与王上做笔生意。做生意有意思。你想与姑做什么生意？南诏无锦，便是南诏王，也只能以素锦绣纹金翅圣鸟。可是素锦只是我们大唐妃子的礼衣。放肆！竟敢口吐狂言，羞辱王上！来人呐，让他说。王上，请先看看此物。这是？此乃益州蜀红锦，是我阿耶益州锦王季归南所织就。白王殿下从益州带回了无数的工匠和花本，怕也只是想效仿蜀锦纹样吧。但就算是在南诏染织出的蜀锦，那也终究是蜀锦。难道王上不想南诏拥有自己的锦吗？以王上国号命名的锦，足以万世流芳的南诏锦。南诏锦，就凭你？是，就凭我。我重现了我阿耶的蜀红丝，染出过新色朱颜驼，联合织锦大户研制新锦，核碎流波。我革新锦户规矩，让益州锦业历久弥新。我作为一个匠人的价值，远超一个作为女人的价值。就凭我，能制出南诏锦，为王上万世流芳。
万世流芳。这是个诱人的生命条件。是，因为我对王上也有很大的诉求。我希望南诏锦城之日，王上能让我们益州工匠归家。可这，请你们来做客的是白王，让孤轻言送客，不好吧？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？本王觉得季娘子应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本王给你个建议，你的底线或许可以再降一降。我再问一遍，还有谁不想吃？我愿意。大人，不是他们不愿展示，而是他们所擅长的技能，如果没有前面的步骤，就难以施展，请大人息怒。本官是奉王命来协助白王织锦的。如若尔等织得好，王上自有重赏；但若织得不好，我南诏也不养闲人呐。就他一个人想织吗？我们是染户，我们会染丝、配色。染户啊！来，
是染户的都站出来。尔等听着，我南诏根本就没有能够染蜀锦的蚕丝，要你染户有何用啊？你看，白王果然是带了一些废物回来呀，都砍了吧。是，不是，慢着。王兄的指令刚刚下来，清平官就闯进来了。你呀，是真够勤快的。白王多虑了，本官是怕你白王织不出锦来，又要受到王上的责罚，所以特意赶过来帮你处理一些没有用的废物。这些人呢，是本王带过来的，他们有没有用？应该由本王说了算。王妃，你说他们有用吗？他们都是益州的能工巧匠，若要织锦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还请白王厚爱。王妃，晋娘子不是刚刚说过，作为一个匠人的价值，要远远大于做一个女人的价值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快？本王也是这么觉得呀。可是，人呐，这顿悟总在一念之间。你告诉他们，你是谁的人？我是白王的人。白王的人。本王那些手下都是本王的人。你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清平官，你是要做本王王妃的女人。我是将要成为白王王妃的女人。王妃觉得他们都有用，本王相信他。清平官，你呢？本官觉得，白王你一世英名，骤然色令智昏，实不可取啊。本王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王兄的旨意是让你来帮衬本王，而不是号令本王。你要是没记清楚的话，你我可以去王兄那边问问清楚。不必。每月50匹锦和1年之约，本官记得是清清楚楚。白王任重道远呐。本官不叨扰了，这些个手下就留于你协助织锦。之后还请白王。想留在本王这儿，就得守本王的规矩。本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，没有叫你的时候不要乱叫。是。来步退一下。赤虎，在这儿交给你。本王答应过王妃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。是。多谢白王。你们都听着，从下月起，每月50匹锦，这是本王
对王上的承诺。要是做不到的话，本王的刀可不比清平关的慢。南诏王答应，若我们织出属于南诏的锦，他便放我们回益州。要研制新锦，需要群策群力，光靠我自己一个人是完不成。等你真需要他们的时候，本王会让你们见面的。本王不是赵修远，就算要抓你做金丝雀，也会给你准备一个足够大的黄金笼。无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除了离开本王。可是织不出锦，你我都得死。所以啊，本王的命就交在季娘子手上了。季莹莹，本王的余生，你多费心了。我想要的也是一个能跟我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、并肩而行的郎君，而不是你。对不起。爷才不在意的。对不起，其实我也不想伤你。但我更不想拖着，让你一直怀有希望，更不好。那个周望啊，让他把织过的花本都复制一遍，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织机和丝线，分批运往南诏，切记不要留下痕迹。那余家从古北村带回来的那幅纹样要偷回来吗？放在基因那儿吧，我相信他会给我惊喜的。师兄不是想用那幅花本收复余家吗？现如今对我来说，季莹莹要比余家更加重要。与其收复余家，还不如收复季莹莹呢。莹莹，杨警官来找你。他来做什么？还嫌事不够多。阿兄，你告诉他我很忙。看来
是真的很忙啊。怎么聊？蜀红寺正在染制，杨警官未免督促的也太勤快了吧？毕竟是贡锦染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那您看看这蜀红，可是你想的那蜀红？我去拜访过于掌柜了，村子里的事我都知道了。哦，白胜我也查过了。哦，哦，他可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来历不明，不知所图。这我知道。但是这益州城一大半的商人，哪个没点城府，没有危险呢？起码他不怕牛家，也不怕赵家。若有必要，与其选择盘根错节者，不如把这个新入局的拉到自己这边。既已无路，何妨一搏？是这么个理。季莺莺，我不是想阻你行事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样一个不知底细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你就不能喊上你的盟友，陪你一起，这很难吗？当初是谁口口声声的啊，叫我给他托底的？你凶什么？之前赵修元也说过会一辈子站在我这边，可是结果呢？我与他青梅竹马，尚且如此。我不是疑你，我只是习惯了。不能握在自己手中的都不敢依靠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强大的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怎么了？我还要继续染丝，
你先回吧。大兄，我想到一个锦上添花的好法子。什么好法子？夫君，出去。夫君，我亲自下厨熬的参汤。夫君近几日辛苦了，喝了汤，同我回屋歇息吧。夫君，成婚这么些时日，你夜夜宿在书房，都不肯碰我一下，这赵家上下可都看在眼里呢。你会介意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你我为何成婚？这赵家上下谁人不知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。我只想夫妻和睦，如今也成了算计吗？你是何等人呢？会想夫妻和睦？你不过就是想怀上我的孩子，之后我便没用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我赵家上下。夫君是在设计新的贡锦纹样吗？赵家以往的不行吗？还是夫君想学姬莺莺，一鸣惊人，为长安看重，为节度使看重，以后便不必再仰仗我牛家权势。
客官里边请。于掌柜，知景在即，我飞花会亦有善知意者，今日想给您引荐一下。哦。季家锦坊季耀庭见过于前辈。耀庭不善纹样设计，唯在织造一环卓有心得，愿助于掌柜一臂之力。季郎请坐。多谢于掌柜。9年以来，这双手从未停歇。季郎技艺不减当年呐，我于家织锦坊恭候季郎君。多谢于掌柜。于掌柜，我今日来还有另一件事。这禾穗锦虽然历史悠久，古朴醇厚，可是时人多求新，光靠上面的纹样怕是不足以吸引人。我想在不改变原有花纹的情况下，增加其生动性和光泽感。譬如通过丝线的颜色调整，或是纹路重构，使其流光溢彩，织出一幅禾穗流波锦。禾穗流波锦，金色禾穗随风起伏涤荡，卷起万千岛了。锦娘子，这锦的明暗光泽，一般来说，取决于丝线的光泽、颜色的配比、织法的组合而决定的。若要尤为突出这波纹流动之感，那在技法和颜色配比上就要推陈出新。当然，其难度呢，不亚于研发一种新锦呢。如今，这禾穗锦的花本，我还尚未还原出来，你又要我织出波光粼粼之感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我阿兄昨日也这样说，但是茵茵认为，我们既然要织，那何不把它做到最好呢？配色我可以帮得上忙，纹路我们可以借鉴蜀绣技艺，但是在织法上还得请您还有师傅们多多研究了。季娘子，这研究禾穗流波锦呢，它不只是技法上的问题。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没有钱就没法织锦。季娘子，一种技法的研发，初期就要投入许多钱帛的。可于家和飞花会，我之前送过去的不够吗？感谢季娘子的资助，才保证我于家的工人和织机。可是，要研究新锦，需要多少？至少90贯。于掌柜，您与我阿兄只管负责研究如何织，钱的事情。钱，爷要钱有钱，要长相有长相，那他凭什么不行啊爷？是3国酒。季娘子，您接着说。钱的事情我来想法子。法子，他不行吗？爷有什么法子呀？爷也不长那身上。于掌柜，看来我得好好的去安慰一下我们的名誉会长了。失礼了。爷都行，就算是阿爷打死爷，也要去他家入赘。闭嘴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爷就说，爷还。你敢泼爷？你别以为爷不打女人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。泼的就是你，你在这儿鬼哭狼嚎，若流言传出去，你让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也没想那么多呀。
那你想什么？爷就想成为别人喜欢那样，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、并肩作战的郎君。啊，可爷不是那种人啊，怎么办呢，莹莹？你先别管平儿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你先想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做个人啊，做个堂堂正正、有事可做、有钱可赚、有人尊重的正经男人。那是做什么呀？要跟你们一起染丝吗？爷也不会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件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？赚钱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。掌柜好。我们飞花会和于家合作了和穗流波锦。和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开放支持。我们3日之后会在岳不环酒楼进行拍卖，还希望陈掌柜大驾光临啊！好了，飞花会的事我一定去，定会赴约，一定支持。和穗流波锦，诚邀入股，锦城分利。这不是锦还未成就让咱们投钱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他一定会给我惊喜的。只要跟他从头开始，重新再来，这织锦不就学会了吗？他和那个杨警官情投意合走得颇近，杨警官查的又是……师兄，还是离那个季莹莹远一些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他俩有情，我却无心，输的自然不会是我了。不过这女子嘛，一旦陷入感情，往往就会左右她的判断和选择。季茵茵要发展她的事业，这可不太好。我得想一个办法，让她离那个杨静兰远点。这季娘子倒是想了个好主意，可这些人不是怕得罪牛锦，不敢买飞花会的丝吗？这锦，他们敢买吗？大锦护背后，谁家没有靠山呢？为了几筐丝得罪牛锦，的确不值。但是锦就不同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便是不买，也得过去看看。爷知道爷很潇洒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看着爷呀。你这个人啊，看似肆意不羁，其实呢，还挺通人情世故的。逆死！走吧，看看热闹去。老夫。来，坐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喂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杨警官来了吗？欢迎！嗨，来，里边请。14啊，之前都是别人来招待你，怎么如今换做你来招待别人呢？哎呦喂，你阿爷被罢免了。你能不能别老惦记我阿爷？他现在一提起你就头疼。我现在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那飞花会有事我肯定帮忙。再说，以爷的能力招待客人，那不绰绰有余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莹莹说了，你是警官，你不能拍，所以没给你留包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们走？白郎君，这边请。哎，还有包间吗？他有。看来季娘子是不欢迎我。季娘子亲自相迎，白某愧不敢当啊。你有钱，当得起。杨警官，这边请。我要包间。杨警官，诸葛郎君，快请坐。
这是我们自己人的位置。你再说一遍。做还是不做？做。自己人。白浪君这边。自己人。您慢用。玉掌柜，你杨夫人怎么了？我是开酒楼的，他是来赴宴的，都是来赚钱的，有什么不妥吗？在。坐坐。长见识了吧？我们蜀地的女子，脾气各有不同，一个不小心惹她生气，那可就不好哄了。金娘子，生一下。各位益州的同行，大家安好。各位都已知晓，我飞花会和余家将要联合研制一款新锦。众所周知，新锦问世，定然大卖。今日我邀各位掌柜前来，拍的不是这新锦本身，而是新锦意味着高额盈利，拍成者便可得这新锦2/10的分利。也就是说，若每卖出1匹锦得利10贯，那拍主便可得2贯分利。新锦未成，因此今日我向大家展现的是这锦的纹样，大家请看。在益州城外有一处名为古北村的地方，世代信奉祭神。这麦穗纹锦是村中的信仰，禾穗是祭神的恩赐，让众生有粮可饱；蚕丝是雷祖的造福，让众生有衣御寒。而这锦上流动的波纹，是光，是水，是风，是上天与我们的恩赐。20贯起拍，竞拍开始。怎么不认竞拍啊？他们大概是在担心研制不出来吧。诸葛郎君，我们飞花会是绝对不会骗人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些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9牛1毛，他们不是不信，只是没人想当第一个出头的。你不会要拍吧？这警官要是拍了假，谁还敢出价？我没钱，捧个人场。哎，这方锦既有悠远传承，也有新意，本官很是喜欢。不如季娘子把这方锦交予我，我来帮季娘子请节度使慷慨解囊，如何？杨警官，这点小事就不用劳烦节度使了吧？待锦织成了，再献给节帅也不迟。诸位一直不拍，这锦何时能够织成啊？不如这样吧，金娘子，若第一个喊价之人最终能够拍得此锦，你可以与他什么好处啊？
那便减1贯钱。若没有拍成，第1位喊价的客人若日后想要与飞花会订丝，那第1笔订单亦可折价1成。拍不成也有好处啊，那我出价21贯。我记得今日没有给2位送过拍卖会的请柬啊。我们慕名而来，怎么？我夫君拍了这锦，季娘子想要不认账吗？2位之前不在，自然也没听我介绍。这锦寄托着古村的信仰，古村世代信奉祭神。在拍卖会之前，村里的李正还特意算过一卦。竟沾兵戈之人，所以我未请2位也不能拍，抱歉。什么时候野村的习俗也需要锦王去遵守啊？诸位可还记得这1周锦业是以谁为首啊？此事我已向警官府呈报。本官总知道锦王与锦王夫人守一守这规矩实在是天意难违，王法难违，不愿将这锦交给2位。好，那我倒要看一看这天意王法，想要这锦落入谁的手中。好，那我就让赵尔夫人好好看看。请帘幕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英英也曾料想诸位不愿大张旗鼓，所以早早地做了布置，每个房间各有一个号牌、一根丝线，对应台上的铃铛。铃铛属于谁，只有各位及飞花会知晓，绝不外泄。诸位若想竞价，牵动手中丝线，铃铛一响，则表示加价5贯。各位，竞拍继续。
弟子1号80贯。这弟子1号似乎也志在必得呀。哎呀，白某愿出90贯。杨家95贯，白某100贯。100贯依次。100贯，绰绰有余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 100贯2次。弟子1号105贯。多亏爷这好点子吧，但是你们都不懂人心。弟子1号105贯，可还有要加价的？105贯依次。105贯2次。不应该呀！爷叱咤赌场这么多年，分明看出白胜那小子势在必得。这个事情要搞砸了，英英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的。 白郎君，还要加价吗？白某觉得，还是不要夺人所好的好啊。季娘子，您请吧。 弟子1号105贯3次，成交。13、14吧。逆子。 其实季娘子不用这么客气，白某只是替季娘子叫了2口价而已。弟子1号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季娘子如此坦诚。白郎君早已看穿，我又何必隐瞒？ 说来，这何遂刘波锦与白郎君还有几分缘分，不知白郎君可愿意出资？白某倒是觉得这杨家出价不菲呀，季娘子为何要选择白某啊？
杨家规矩太多了，花本未成，这磨合起来太费劲了。如果白某没有猜错的话，杨家之所以会拒绝锦娘子，是因为明面上没有拍成，但最终却得到了锦，就会背上一个暗中抢夺匿名买家拍品的名声。这个名声可真是不好听啊！不过，白某的名声，在锦娘子眼里也是不值一提的。白郎君哪里的话？白某还好奇，你是为何如此笃定我会答应你的呢？白郎君向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既然早料到我要说什么，若无兴致，又为何会来？好，钱我可以给，但是白某有白某的规矩。白郎君请讲。第一，3个月之内必见新景。好。第二，景样是怎么想的，怎么编织的，白某都得知道。第三，白某要去余家景房监工。余家景房不是季家，不是飞花会，我做不了主，这还须得向余掌柜。可以。余掌柜。余掌柜。100贯，1个子儿都不能少。织锦只能看，不能插手。全听余掌柜安排。那祝2位言志顺遂。